云池，小人在，王爷有何吩咐？推本王出去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帮你们一起包药。这王爷，我们几个人就够了，这种粗活怎么敢劳累王爷呢？把他推出来，让他一起干，人多力量大。是慕容姑娘。李云池无奈，把王爷推了出来，之后还很有眼力劲儿的把王爷推到了慕容姑娘的身旁。干得漂亮！将包药的位置留给小姐和瑞王两人，也算是间接创造了二人世界的空间。我教你包药。好。这样开始一步一步教学起来。君北玉记忆力极好，看了一遍就记住了，很快便包好了一包。这样可以吗？包的真不错，可比榴莲聪明多了。过奖了。继续包吧。两人对话简单，声音也不大，轻声细语的听在旁人的耳中甜滋滋。突然唰的一下，君北玉的手指就被草纸划了一道伤口。君北玉垂着眼看着手指上的血，眼神懊恼又愤怒。慕容朱雀则是淡定的从衣袖里掏出镊子、棉球、碘酒和纱布帮其包扎。很快手指包好，瑞王也没法包药了。君北玉心中懊恼的紧，要出来帮忙的是他，还没包几个，受伤的也是他。他出来就是为了闹笑话，果然废物永远都是废物。榴莲，你继续包药。是，小姐。房间内，君美玉以为女子送她回来之后就能离开。有棋盘吗？君美玉一愣。棋盘？下棋的棋盘？对。哦，在那边的柜子，第二个。慕容朱雀按照瑞王的指引，很快找到了棋盘，随后把上好紫檀木折叠棋盘搬了过来。你才能是左手，用右手陪我下棋吧。就割开一道伤口而已，没残。随后，慕容朱雀用了黑子，先在棋盘上落下一子。该你了。君美玉捏起一枚白子，凝视着棋盘上的黑子。随便下吧，反正我不会下棋，你用心，我也是瞎下。闹了半天是不会下棋啊。两人就这么你来我往，好像酣战，实际上毫无章法。心情好点了吗？君美玉抿了抿唇，就知道他在哄她，真是丢人。堂堂大男人需要一名女子哄，君美玉更讨厌自己了。至于吗？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。你有赚钱这个金手指，可比他们厉害多了。他当然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，但也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，无论他有多少银子，都买不来女子的动心。他郁闷的是，在女子面前丢脸，人家本来就不喜欢他。慕容姑娘，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替嫁给沈世子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夫君啊？不嫁，我是不婚不爱族，觉得迁就另一个人太麻烦了。我只喜欢独来独往，所以没打算过谈恋爱或者成婚。是因为礼部尚书对你娘薄情寡义，所以你对男人彻底失望？不是，原因我刚刚说了，我讨厌经常迁就人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所以我连同性朋友都很少。但你和朱榴莲看起来很融洽，并没有感觉到你对她的排斥啊。他呀，他情况特殊。她是丫鬟嘛，什么都听我的，一向是她迁就我，而不是我迁就她，所以我能容下她。只要迁就你就可以？对啊，我说东，他就不说西，我让他干什么，他绝无二话。君美玉差点脱口而出，他也可以，他能比朱榴莲更顺从，但君美玉却知道，现在还不是表白的时候。要比朱榴莲更顺从，不论大事小情，都听慕容姑娘的。两人正在下棋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慕容朱雀放下棋盘，走到窗前。发生何事了？李管家来了，正和李云池说些什么，好像很焦急的样子。王爷说，昌宁侯、沈世子、石军医和谢将军来了，现在正在前院的正厅里。本王知道了，先让横叔在正厅陪他们，本王一会儿就到。是，王爷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咱们这伪装的身份瞒不了多久，不过这样也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公开身份吧。帮你。慕容朱雀上前帮男人戴面具，省得他再把自己的头发卷进去。本来君美玉有话想说，但女子这么一靠近，她鼻腔里都是女子身上混杂药味的香气，眼睛里都是女子的倩影，想说的话愣是忘得干干净净。凶手是真狠呐，这么一个大帅哥，说烧就烧，换我可下不去手。哦，对了，我也得卸妆。王爷，您这房间能借给我吗？可以。君美玉话还没有说完，连人带轮椅就被推出了房间，直接扔到了院子。榴莲过来，我们换衣服。是，小姐。这慕容姑娘就这么把王爷扔出来了？看什么看？本王很乐意，本王很高兴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一出来就看见还等在院中的瑞王。你们要去前厅？等你一起去。不是，我换衣服估计有半个时辰，你就这么一直等着我？上昌宁后他们一直等着你？他们如果有急事儿会先回去，或者让人来催。既然这么长时间没催，说明比较闲。既然闲，多等一会儿也无妨。好嘛，这人不讲道理起来，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随后一众人便向前院走，而瑞王却时不时的偷看身旁的女子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看我？王爷是不是觉得今天小姐有些不一样？
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前些日子小姐不是把眉毛给拔掉了吗？今天画了眉毛，还有刚刚卸易容妆，眼睛周围一时间卸不掉，便留下了，所以今天的小姐更楚楚动人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两人一唱一和，帮瑞王解了围，很快到了前厅。瑞王到！除了昌宁侯有爵位行拱手礼之外，其他人都要对瑞王跪地问安。免礼，起来吧。诸位请坐。李云池将王爷推到了主位上。他果然来了，这丫头真是不知死活，什么地方都敢来。王爷和侯府少夫人要怎么解释化名的原因呢？而且还要解释一名有夫之妇和外男接触啊！我下官不知王爷在城中多有疏漏，请王爷责罚。昌宁侯请起，本王来衡山城是奉皇上之命，匿名做一些事情，侯爷何错之有？再者，侯爷守城有功，跟化险为夷，力挽狂澜，本王都看在眼里。等回京后，会将此事如实禀告给皇上。瑞王匿名来西部，竟然是为皇上办事，办什么事？既然瑞王在城中，为何无人来支援？难道不顾瑞王安危吗？关于本王的任务，这里没外人，便直接告诉你们吧。说白了，就是赚银子，充盈国库。本王预料到西部开战，物价定有所波动，与其被人刻意压价，还不如本王按售价回收，也算是双赢。而匿名的原因，你们应该也听过，民间有许多商贾以及百姓会根据本王的举动来进行投资。倒不是怕百姓们赚钱，但理性的投资是投资，盲目跟风只会血本无归，家破人亡。所以为避免跟风误导众人，本王便匿名行事，这也是皇上的要求。你们应该也好奇，为何本王与慕容姑娘结识吧？这件事儿让慕容姑娘自己说吧。是这样的，自从侯爷和世子离开京城之后，我便惶惶不安，总觉得是要发生什么。思来想去，决定还是去前线看看，能帮上多少就帮上多少。后来便扯了个谎，离开京城。谁知刚出京城就遇到了贼人，好在被路过的瑞王所救。说起来，侯府与瑞王府相邻，也算是邻居，我便把自己的身份以及所行目的说了出来。王爷心善，不仅分出一辆马车，带我们一同前往衡山城，还让我拜到石军医名下为徒，成为了一名军医，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侯爷，也为我们西凉江山尽一份力。太可惜了，我之前想收朱大和朱二到军中，谁知竟是少夫人。话说少夫人易容术师从何人？我是一点都没看出来你们是女子，只以为是两名机灵的少年呢。